接下來要和大家介紹抓形對漫畫的影響。那當然，我們這堂課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這些美術基礎啊、素描基礎，到底為什麼會是通往漫畫最快的路。首先呢，最重要的是練素描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形。什麼叫做抓形？也就是我們的眼睛要可以看得到物體的形體，它的外形，到底哪裡有影子，它的斜率是多少，它到底比例有多少，是幾比幾，有多長，這些都包含在抓形裡面。那以前大家最常聽到的抓形呢，就可能你就要從蘋果開始畫起啊，把蘋果的形狀畫出來，沒有錯，這就是抓形最一開始最簡單的形狀，也就是幾何形，比較接近圓形、圓柱、方形這些簡單的形狀，因為這樣可以幫助你循序漸進。但很多人呢，可能連蘋果都沒有畫過，就要跳過了，然後就要畫人，這其實會有很嚴重的影響。原因是因為人非常的複雜，那萬一你像我當年一樣，2021年我直接跳過畫人的話，會發生什麼事呢？會變成像這樣。這個呢是已經被修正過，就是已經被編輯編打過，然後修正過的上線版本，正式連載的版本，是不是覺得哪裡還是怪怪的？好，首先跟大家講，這張圖你拿去跟任何韓國的商業漫畫放在一起看，絕對都超怪，而且就是不知道哪裡怪，歪歪扭扭的，感覺努力畫了，可是那個味道就是不對。那到底出在哪裡呢？提供大家一個很好用的方法，大家會有個導覽器，英文叫做 Navigator， 中文的話就是導覽器的部分，它這裡有個左右翻轉。如果找不到的人呢，也可以在編輯這個地方找得到左右翻轉。所以如果大家呢用左右翻轉這張圖，就可以知道最大的問題在哪裡了。那我現在左右翻轉給大家看，這是最簡單檢查有東西歪掉了的方法。所以大家應該接下來可以明顯的看得到，這個眼睛是不是一眼高，一眼高，一眼低，是不是？甚至這個角色似乎沒有對焦。然後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如果今天我真的用一條直線去量，我現在拉一個方塊，我把它從眼睛呢拉到他的臉頰轉角這個地方，然後把它拿過去對另外一個眼睛，發現眼睛沒有在轉角的地方。然後想一想，或許是角度不一樣嗎？那我旋轉一下，各位看得到嗎？它似乎整個臉頰的長度甚至是不一樣的，左臉跟右臉的長度是距離差距很大的。的確，真人沒有一個人的臉呢是真正對稱的，但漫畫呢講究的還是要在視覺上看起來要是對稱平衡的，所以它只要歪掉，這張圖看起來就會有一點點不一樣。那我們再講一些很有趣的事情。今天如果呢，我把這隻眼睛拔起來，放在這隻眼睛旁邊，然後把它左右翻轉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這兩個眼睛的形狀似乎長得不太一樣。我們把其他的干擾都先關掉，我只留着眼睛的部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這兩個眼睛明明在同個人身上，可是呢，大家看一下這個眼睛的形，它的上眼皮是平的，眼尾呢有一點上去，可是另外一隻眼睛呢，上眼皮是彎的，眼尾還有點下去。大家應該也就算沒有畫過漫畫，但是你只要看過任何網絡上教畫畫的，都會告訴你，哦，你今天同個人呢，如果你希望他看起來稍微奸詐一點或者是強悍一點的話，眼尾會向上；如果你今天讓他想要無辜一點的話，你讓他變狗狗眼這樣，然後你就發現同個人身上竟然出現了兩種眼型。那大家也知道，看來我2021年的時候呢，我的抓形有很大的問題。那
究竟抓形對漫畫有多大的影響？其實是因為讀者對於人物的臉是很敏感的。其實大家不用擔心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畫畫的基礎。其實就算連你的爸媽，連你的兄弟姐妹，他們不是畫畫的人啊，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臉是正的還是歪的，因為他們只會給你一個評價，看起來怪怪的。其實因為大量的看不一樣的人，我們從生出來到現在，其實每天都在看人類，我們對人的臉是很敏感的，所以我們才可以辨識誰是誰，你才認得出你的同學，認得出你的朋友。所以不論你會不會畫畫，其實你都認得出臉是不是正的。但是呢，身為一個畫家，你當然要更精確的知道到底哪裡不正，這就是畫家的工作。因為你的眼睛比較專業，所以呢，在練習的過程，你就必須知道到底要怎麼去做調整。所以我們現在有抓到幾個問題：眼型長得不一致，這裡眼型長得不一致。這個臉是歪斜的，就是這個兩個的長度可能不一致。然後呢，下巴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如果說今天大家現在找一面鏡子，照自己的臉看一下，你就會發現我們的眉心、鼻頭、唇珠、嘴唇的中間跟下巴的中間，應該要在一條直線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並沒有在一條直線上。如果我今天這樣拉一條直線下來，你就會發現，誒，它沒有在一條直線上。所以我當初呢，在抓形上就出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問題。那我們現在呢，就來修正抓形。首先，我們先讓臉的中心線對在一起，找到一個眉心當做中心點好了。所以我們眉心會接着鼻頭、唇珠、嘴唇的中間、下巴的中間，我們要把這些點都推在一起。好，那我們接下來呢，有一種方法，如果你現在有一張舊圖可以更改，你可以用同一個方式一起做更改，這樣子。我們現在呢，就是選擇這個叉叉的圖層，把中心點都標出來，然後也把這張要修改的圖也勾起來。接着呢，使用液化工具，這是讓你具現化最快的速度。液化工具的大小呢，給大家看一下，大約是半張臉的大小。越大的筆刷推起來的效果其實會越和緩，請大家不要推得太用力，會變成這樣，輕輕的推就好了。我們把它的這些中心點都推成直線，所以大家有看到這個鼻梁是歪的，有沒有？它沒有對着這個東西，所以我把它的鼻梁推回來一點。如果其他東西被移動到了，就先緩緩，等一下我們再去修改它眼睛的長度。我們現在的首要任務呢，是希望它的東西的中心點呢可以對在一起。好，現在確實中心點對在一起之後，我們來修正一下眼型的問題。剛剛我發現眼型呢，一個是彎的，一個是平的，所以我們現在都把它修成彎的。然後眼尾的部分呢，也讓它方向一致。因為它眼尾只是一條線，我們不好修正，我們等一下再來把它用筆把它畫成一樣往上的方向，這樣。好，我們把眼睛呢稍微的呢都調得接近一點，不論是形狀還是長度。然後嘴巴的兩邊，這兩邊也都盡量的呢讓它一樣長。再來，關於人物的比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臉，或者是看一下你喜歡的韓國男偶像的臉。只要是這個長得大眾心中比較標緻的男星，那其實你會發現，他眉心到鼻頭的距離約等於鼻頭到下巴的距離。所以我們現在用同樣的距離呢，就會發現鼻頭到下巴距離太遠了，稍微把它推短一點點。當然，在推短的過程中呢，可能下巴會變方，我們可以再把它推尖一點點，這樣子。另外一個做法，也可以把鼻子拉長，就看你想要哪一種。
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其實鼻頭到嘴唇的上方的距離呢，約等於下嘴唇的下面到下巴的距離，所以其實這兩段要一樣長，幾乎要一樣長。所以我們可以發現，其實我整個下巴都偏長。那這個比例其實因人而異，其實大家可以看自己喜歡的人物的比例呢去做調整。那我們現在可以就暫時呢，就我喜歡的，我現在這邊有一個我喜歡的男星，我可能很喜歡車銀優啊，或者是一些韓國的男星呢，我就稍微拿他們臉的比例作為參考，這樣子。當然不是說畫到一模一樣，其實就是讓臉的比例呢接近我喜歡的男星的比例而已。接下來就是把眼尾的部分呢修正的比較統一，我把它擦掉，然後呢讓它都往上，這樣。好，那我們現在比例修正的差不多了，我們讓它的下巴呢也修正成比較接近正常下巴的形狀。這些呢都是可以透過觀察照片看到答案的，所以請大家呢就是找一張你喜歡的男星的照片來看看結果，這樣子。那其實這張照片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，也就是人的頭呢是一個飽滿的一個頭顱的骨頭的形狀。那當初呢，因為我對於人的頭沒有什麼感覺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削尖了。這其實是錯誤的人的頭的形狀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正確的形狀呢，我很推薦大家打開我一開始給的講義，也就是抓形的網站，或者是Sketchfab 那個 3D 的網站，你可以看到正確的人體結構。那我這邊打開網站讓大家看一下真正頭型應該要長什麼樣子。好，大家這邊可以看得到，頭型應該要是這個形狀。所以我們呢，就跟着我們參考的這張圖去修正這個頭型的部分。你要用畫的，用推的都可以。用推的就很像你用修圖軟體在修正你的圖一樣。然後我們就稍微把外形呢，也修正成我們平常可以看得到正常的頭髮的形狀。因為這個角色的特色就是它必須要那兩根毛，所以我還是必須在畫完之後，把它用比較正常的方式把那兩根鬚鬚補回去。那我們暫時先做這樣子的形準上的修正，剩餘的部分呢，我們就不做過多結構上的修正，因為這張圖上其實還是有很多結構問題，比如說脖子的形狀啊、身體的形狀，還有手舉起來的時候，這個肌肉其實都是畫錯的。那這些呢，我們就留到結構的時候再來修正。可是大家已經可以看到，如果說我這樣修正完之後呢，前後其實已經有很大的差距。